一去紫台连朔漠的下一句是什么？他连杜子美的明妃曲都背不出来，能和你是个鬼的知音啊！这些风月场上的常见伎俩，也就骗骗你这种丫头罢了。姐姐，周龙真的不是这种人。你看他端茶用的姿势，中指和拇指，这是赌徒捻骰子的姿势。他身上有根衣香的味道，这种熏香，只有最贵的几件青楼才用得起。你说他精通交易，试问哪个做大生意的商人有这种闲情逸致啊？他无非就是一个出入欢场的酒色之徒罢了。少娘子，您听我解释。你不用解释，你也别再编故事了。一句话，这门亲事，我不同意。姐姐。既然如此，众母告辞。走好，不送。周郎，你别走！尹章，你不用再劝我，我当她是你姐姐才对她客客气气的。可刚才她怎么对我的？我周舍在外行走也是要脸面的。他只是关心则乱，在这个世上，心疼我的除了你，就只有他一个人了。我知道你赵姐姐也对你好，要是再这么等下去，我真没办法等你了。我这就去跟他说说。你要还当我是你姐姐，你就别跟他再混在一起。姐姐，我没你命那么好，能遇到一个和你心心相印的欧阳姐夫。既然嫁不了举人郎君，找一个殷实的商人，托付下半辈子，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。你早就深得自由，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仍然身处贱籍的人有多苦。我以前也是真糊涂，这么多年，眼里除了批判，就只有曲谱。还以为自己是王公太守都尊重的乐工，从来都瞧不起那些以色示人的歌妓常友。可直到你告诉我，乐工就是乐妓，我才如梦初醒。凡贱籍者，世代相袭，不得与良人为婚，不得自赎。姐姐，我不想应召去官府宴席上陪酒，不想一辈子都不得自由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等欧阳这一次重榜授官，回来就帮你向知州求情，帮你破解。可姐夫这次要是没中呢？许知州不给这个面子呢。我毕竟不是你的亲妹妹，那号称杭州琵琶第一，许知州会轻易放我脱籍吗？我这一天都不想等了。现下周舍愿意娶我，他又有钱。周舍有钱，你难道还差钱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凡是越级的女子，35岁之前不能以钱赎身。你要是只是拜堂成个亲，入不了名籍，实则就连个妾也算不上。我自然要做正头娘子。周舍说了，只要我嫁给他，他就去求他做应天府通判的姨父，有官府出面，我马上就能脱籍放粮。知州不放你，周舍的舅舅就能了。应天府的通判如何管得了杭州的乐营？你也不想了想，
一个样样俱全的郎君，怎么就突然来了钱塘？怎么就突然非你不娶了？身在越级的滋味是不好受，我知道。可是你拿着月营发下来的差饷，拿着王公贵人的赏赐，穿金戴银，出境自由，还有丫鬟服侍，比起我们当年，真是神仙日子。可比起在金笼里扣着玉环的鹦鹉，我宁可当野地里自由自在的野鸟。可是你怎么知道，他娶你不是别有用心？他不过就是爱我怜我，还能有什么用心？他自有家财万贯，难道还图我的钱财不成？你都成天想着当进士的娘子，我为什么不能嫁个员外富商呢？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你要走就走，想嫁就嫁。但是我帮你打理的那些铺子和银钱，你以为也别想拿走。那是我的东西，你凭什么扣着不放？就凭你姐姐临走前，再三叮嘱我让我好好照顾你。你说她能好好待你，可以，让她证明给我看。在钱塘3媒6证把你娶进门，如果她做到了，我就把你的银钱一文不差的还给你，再赔上我早就为你准备好的嫁妆。否则，我宁愿把这些钱扔到西湖里去。他真这么说？啊，不给他下点猛药啊，他清醒不了。这些年啊，你把尹章保护的也太好了。他不是糊涂，他是不食人间烟火。有什么法子？都是我欠他姐姐的。哎，那个姓周的到底住哪儿啊？对付他这种人啊，打他一顿便成。你也是，这事儿干嘛不告诉我？你不是忙着教训儿子吗？哎呦，娘，我可是你亲儿子，你要把我打坏了，谁给你当凤冠霞帔去？你还敢回来？我不回来，谁给你们报信了？哎，我刚才在仁安桥上看到宋姨和那个姓周的坐船出城了，还有服侍宋姨的那银屏丫头也跟着呢。那么多的香喽，该不会私奔了吧？你说什么？